蒙特利爾應該算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啊！一到了这个蒙特利爾，老以为没到市中心呢，然後不停地問人家說：“這市中心到了嗎？”說：“這不就是嗎？一片低矮的小建築。”說：“啊，那就是說蒙特利爾不是一個世界級的大都市嗎？”說：“是啊，但是我們就是沒什麼高樓大廈，明顯的給人感覺是一個過氣的一個城市。”昏昏的、暗暗的，當然了，你也可以說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東西，比如說那個老城和新城交界那條街有點意思，是這邊老城的路燈居然還保留的是煤氣燈，就是要用長竹竿點亮的。我那個彼得堡遺書裡有一句歌詞：清晨用長竹竿點。今天繼續跟大家聊聊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 應該算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啊，恨不得都不叫之一。有這麼幾個原因，奧運會確實是一個城市的最重大的名片。那所有辦過奧運會的城市，大家都耳熟能詳啊。所以這個蒙特利爾是加拿大唯一辦過夏季奧運會的城市啊。夏季奧運會當然是最盛大的了啊，因為全世界不管是南邊北邊都參加夏季奧運會。冬季奧運會雖然也很盛大，但是所有熱的國家都參加不了，印度參加不了冬季奧運會。這個中國能參加冬季奧運會的這個運動員也都是東北一帶的啊，所以就沒那麼大的影響力。其實加拿大是辦過2屆冬季奧運會的，其中一屆就在我說的這個大帥哥市長的任內，2010年的時候溫哥華辦過冬季奧運會，還有卡爾加里之前辦過冬季奧運會啊，但是夏季奧運會蒙特利爾盛大的辦過，1976年。這加拿大蒙特利爾奧運會是創下一個奧運會有史以來的記錄，而且是空前絕後，到現在也沒有人打破這個記錄，就是東道主國家1塊金牌也沒得，這實在是太倒霉了。每次提到奧運會的時候，說多花錢，每個人都要舉出蒙特利爾的例子，說奧運會的這些大城市裡，蒙特利爾應該算是不富裕的。為什麼東京奧運會沒欠什麼錢呀？啊，這個慕尼黑奧運會沒欠什麼錢呀？洛杉磯奧運會還盈利了。洛杉磯奧運會是有史以來奧運會歷史上第一個84年自己還盈利了2億多美金，說明它還是沒那麼富裕。啊，你到了蒙特利爾一看，尤其是如果你從多倫多或者溫哥華飛過去的話，啊，那個差別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多倫多當然咱們到時候再講啊，那高樓大廈完全就是一上海，就是那種哇天繁榮發達。溫哥華乾淨漂亮、溫軟如玉的那麼一個海港城市，然後一到了這個蒙特利爾，老以為沒到市中心呢，然後不停地問人家說：“這市中心到了嗎？”說：“這不就是嗎？”然後說帶你去一個俯瞰全城的地方啊。然後大家都習慣了嘛，到西方一大城市，通常就是外面大片的別墅，然後中間聳立着，尤其是北美的城市，通常都是中間聳立着一堆大柱子。然後到那個山頂上一看，說啊，在哪兒呢？那市中心那 downtown 呢？就那兒就是一片低矮的小建築。說啊，那就是說蒙特利爾不是一個世界級的大都市嗎？說是啊，但是我們就是沒什麼高樓大廈啊，當然理由也很充分啊，說因為我們這個山啊是一個神佑的山啊，曾經有神蹟啊，曾經保佑過這個蒙特利爾如何如何，所以蒙特利爾從建市開始啊就規定沒有任何建築能超過這山，但是山就很低啊，只有200米。上帝曾經保佑過我們地方，所以我們建了個十字架在那個山上，十字架也很小啊，也沒有里約那個巨型的那個大耶穌那麼大。可是無論以什麼理由，歐洲有那麼多大城市也保護原有的建築，但是都在那個老城邊上，哪怕是愛丁堡呢，那老城邊上也有一片高樓大廈，就是新城啊，巴黎啊、維也納都不說了啊，你怎麼保留那過去的文化？你都是為了經濟的發展，你總是要有一塊那地方嘛。然後就有一種感覺，這個城市有點古老。然後進去一看，明顯的給人感覺是一個過氣的一個城市。美國有些過氣的城市，比如說底特律啊、匹茲堡、芝加哥，雖然現在還是一個很的城市，但是感覺到也沒有當年那麼輝煌了啊。但依然還是有很多高樓大廈啊等等，只是現在有點過氣了。但是蒙特利爾你就感覺到好像感覺沒有到過那個高潮就過氣了，是那樣一個城市，昏昏的、暗暗的。當然了，你也可以說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東西，比如說那個老城和新城交界那條街有點意思，是這邊老城的路燈居然還保留的是煤氣燈，就是要用長竹竿點亮的。我那個彼得堡遺書裡有一句歌詞：清晨用長竹竿點亮的煤氣燈泡。然後這邊是新的城，但是所謂新的城看着也只不過不同階段的老城而已，也是一個比較老的城。
感覺到是一個生機跟活力，比起多倫多、溫哥華要弱很多，更不要說比起東亞的這些國際大都會，而且它也國際化程度也遠遠不如多倫多和溫哥華。當然了，種族是就不用說了，全世界除了法國以外最大一塊說法語的這個就是整個他們那魁北克省。在加拿大開任何一個種族的玩笑都是政治不正確，那在美國現在也這樣嘛。但是唯獨就是你可以擠得美國人跟魁北克人，所以在加拿大有一個開玩笑說，在我们這北美大陸上只有仨地兒，就是一個地兒叫魁北克省，就是一堆拧巴人，就是加拿大覺得這些人好拧巴。然後還有一個叫紅脖省，紅脖省就是擠的是美國人，說美國人是沒文化嘛，這個需要教育。我在這錄節目嘛，然後有一個加拿大化妝，這個叫 Jimmy， 他跟我聊天，開始也是這樣，跟所有加拿大人一樣，說我覺得美國沒什麼，挺好的。啊，最後跟我化妝嘟囔起來說，可是我覺得他們那些紅脖子也就是缺少點教育。他們如果有更好的教育的話，他們也会像我們加拿大人一樣這麼好。就是內心深處還是覺得美國人是紅脖子。魁北克的省呢是很奇怪的一個省，通常因為大家不覺得法國人低人一等啊，這個就是你要到了加拿大才能感覺到的地方。因為大家在全世界覺得法國人怎麼了？說這種族歧視，其實法國人这個好像在全世界很可笑，但是從法國人的角度來看呢，他可不一樣。大家記得什麼最後一刻德國人來了啊，佔領了這個阿爾薩斯洛林，然後 Vive la France 在那黑板上寫，就覺得要被德國人統治簡直痛苦極了。法國人驕傲嘛，但是你要問問法國人，就是這世界上比被德國人統治更痛苦的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被英國人統治。因为这法國跟英國跟法國跟德國可是不同性質，法國跟德國是打仗的時候，因為邊界啊什麼一點，其實就是阿爾薩斯洛林這樣事兒打了幾回仗啊。但是人現在很好，歷史上其實也很融合的那種。這個法國德國現在是這個歐盟的中心，英國跟法國從歷史到今天從來就是很不對付的。互相看不上的，它不是說戰爭導致的仇恨或者是什麼，是從文化上啊，歷史上啊，當然宗教上也是個重要原因啊。法國是個天主教國家嘛，英國是新教的領袖國家，所以被英國統治呢，導致了這個文化歷史的屈辱感，導致了宗教的屈辱感啊。本來這塊地就是我們法國的殖民地嘛，新法蘭西好大，這個新法蘭西的首都就是蒙特利爾，所以蒙特利爾當年你想是多麼輝煌的一個地兒。結果一打仗打敗了，被英國打敗了，只好被英國統治，然後法國又不要我們了，在英國統治下就各種各樣的不服啊，一直不服到現在啊。這個不服在當年呢就還好了，因為當年經濟也沒全球化，大家就經濟都是各自的嘛，你種你的地，我種我的地啊，只不過不服你的那個英語教育，我要說法語，我要堅持我的這個民族文化，我要堅持我的天主教而已。那英國開始當然是高壓政策了，那你像英國人對北美殖民地還都是自己人呢，都是英國人，也是那種高壓政策呀，就收稅啦，這那啦，皇室的要的這個那個東西了。那更別說您這殖民地還是我打仗贏過來的，還不是我北美殖民地那13塊殖民地一樣，都是我的人，當然是統治的比較殘酷。但是英國後來在加拿大慢慢的這個皇室啊，這些東西越來越弱了嘛，加拿大逐漸成為自治領，然後逐漸成為一個自治的國家，逐漸成為英聯邦的一部分，最後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名義上還在英聯邦裡，其實加拿大政府對魁北克的政策也是越來越寬容了。那後來也開始允許他們建自己的法國學校啊，自己的天主教堂，後來也允許他們用自己的法律。這個魁北克很怪的啊，這個省，這很大一個省啊，上千公里的海岸線，然後經濟命脈就是五大湖出海的這條 St. Lawrence River 就是穿過了魁北克。啊，所以這個蒙特利爾當年的重要性就在於，你從大西洋想去五大湖，啊，大西洋大船能夠開到蒙特利爾，啊，蒙特利爾相當於武漢，就是從太平洋進來的船能一直開到武漢，過了武漢不行了啊，這有三峽了，啊，當然咱現在有三峽大壩了，另說了，沒有三峽大壩的時候，這船已經不能再向上游走了，蒙特利爾就相當於武漢這個位置，這大概離大洋也跟武漢距離差不多，1000多公里到大洋。然後所以武漢9省通衢嘛，就很發達，然後過了那兒船就得卸了，然後由人吶、牲畜啊扛過那些急流險灘，然後再到五大湖去
啊，所以蒙特利爾就把住了五大湖的入口，把住了入大西洋的这个通衢，所以它当然那個時候是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嘛，在當時水運最重要的時候吧，貿易最重要的時候，那當然他自己又是法語的中心，所以自己就一直這麼。其實他今天的加拿大地位就很獨特了，已經。說這麼幾個例子啊，加拿大的法律是傳承了英國法律下來的啊，加拿大的憲法一直到1982年才從英國的議會裡拿回到加拿大能夠修憲，那修憲也是修一些這個修正案什麼，但是總體法律是沿襲了英國法律，就是所謂的叫海洋法啊。之前咱們講過很多次，英美的法律跟歐洲大陸是完全不一樣的，英美法律是以判例為主的海洋法系啊，歐洲大陸法是以法德為中心的，是以條文法這個為中心的這個法律，就是說你偷了5000塊錢就判1年，偷1萬塊錢判2年啊，就沒有什麼陪審團大家聊半天靠判例去判，不是。魁北克居然在整個加拿大這個聯邦裡，他自己使用大陸法，就有自己的一套法律，然後除他之外的整個加拿大使用英國傳來的海洋法系，法律都跟人不一樣。今天加拿大政府對魁北克已經非常除了不能獨立以外啊，其他的權利已經給到說你自己還能有自己的移民政策。因為魁北克省天天就想的就是說努力生吧，但是生不多情況咱多一點會說法語的人來，這樣的話保持咱們這魁北克省的這法語文化嘛，啊，所以他們居然自己有自己的移民的政策跟指標，這個簡直太奇怪。這個移民法無論如何也得是個聯邦層級的法律，為什麼呢？如果你各個省各個州能自己定移民，那還了得，你一個州說我今天要引進100萬移民，好，這100萬移民跑你州來了，第2年80多萬人都可以去全國各個州，因為你這中間州又沒邊界，省又沒邊界啊，最後居然給魁北克這個權利，他可以自己自主的定他的政策，怎麼招移民啊，所以我才明白說為什麼有的人那麼沒在加拿大待很久，好像也沒有像其他的這省的移民一樣要通過這麼多分啊等等，哎，他怎麼移民到這個魁北克去的？說來就來了啊，後來一問才知道他就是法語好，他就歡迎法語好人來。結果人來了，我們問人家說怎麼樣啊？說哎呀，我準備去溫哥華了。其實一個意思，他靠了，因為會法語，所以這個哎，大家聽完了以後，想移民加拿大的人有一條小捷徑啊。當然，其實也不容易，那法語不太好學。當然，小捷徑，你可以把法語練好，然後依據魁北克省的移民政策，先移到魁北克省到蒙特利爾來，你就沒人管你嘛。到這兒你就再跑到溫哥華去啊，再跑到多倫多去，一條小捷徑啊。當然誰也不傻呀，政治家都知道這是條捷徑，但是沒辦法，已經給了魁北克大量的這樣的政策。當然了，加拿大有一個比美國好的地方移民，就美國只有一個聯邦的移民的法律，以及一個聯邦移民局，大家你不管要移哪兒去，在美國都是一樣的。加拿大因為給了魁北克這個政策，所以各省也有一點點自己小的自主權，啊，相當於有一個學校能自主招生，其他人能自己有一個小比例吧。這個魁北克已經擁有了這麼多的權利啊。而且他們自己選舉，因為原來被英國人一直壓着，後來被英裔的加拿大人壓着，然後到60幾年的時候平權運動，他們也開始這個有各種各樣的自己的努力啊。魁北克省還起義過幾次啊，之前每到戰爭的時候要徵兵，徵他們兵，他們就不願意要起義。這個且不說徵兵去跟德國打，他要起義，萬一去跟法國打仗呢，那他們的母國那更不行了。所以這個在魁北克這個抵抗抵觸是非常嚴重的。後來有民主自由了，就不用起義了，拿選票吧。那60幾年開始的各種平權運動已經給了很多權利了。那後來又選上了一個就是要求獨立的，就分離主義的這麼一個黨，啊，這黨一上台，好家伙，就先公投說要獨立，公投差一點點，這個沒獨立成，啊，據說那時候全魁北克全體動員，然後所有的非法裔就互相敲對方的門，說一定要去投票啊，一定要去投票。連開出租的在出租上都跟所有每一個乘客說，你一定要去投票啊，你知道的啊，你懂得啊，要投誰啊？因為那時候群情激憤，怕被法裔打，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咱們是加拿大人啊，從那麼遠的地方漂洋過海，是為了來加拿大生活，不是為了變成一個新的國家叫魁北克。因為魁北克那時候已經不是加拿大繁榮的中心了嘛，結果一投差一點點啊，95年的時候又投一次，差了0點幾。50%點幾沒支持獨立，這個又說回到我們當時說的這個英國公投這個脫歐的事兒了，就是這麼大的改變國體的事兒，我覺得應該修法，不能是簡單多數，怎麼也得過2/3。後來加拿大就真修法了，95年公投以後，因為差太少了，加拿大聯邦也急了，說這
萬一下一回就過去0.1，後來怎麼辦？後來加拿大就修憲。當然，作為一個民主的國家，也不能說你不可以，人民要幹这事儿你不能干。他没有具体說要2/3。还是要多少？因为就是英美法系就是这样，它不是条文法，具体到这麼細，而是說要有幾個明顯的程序才可以公投。公投以後一定要求組員是明顯多數，在新的修的法裡啊。至於這明顯多數是多少也沒說，才可以獨立。那後來也就沒有公投了啊。但是這2次公投之後，產生了一個非常不好的結果。大家想想看，英國這次公投之前，那大量錢撤出英國，李嘉誠損失慘重，就跑晚了。啊，英鎊的這個匯率也下去了，這個英國還是真正的是一個獨立國家呢啊，曾經向全世界表明過我可以把經濟搞得很好的國家，大家都害怕，更不要說你魁北克，你從來也沒有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你也未曾向這個世界表明過你自己可以成為一個自己能把自己的日子過好吧，簡單來說。那所以由於這2次重要的公投，導致全世界的投資就害怕來魁北克，說這要去了，突然間他政策大變，好，他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了，它變成跟美國再沒有那個貿易協定了，啊，再跟加拿大再打起來了，再這那的所以這是蒙特利爾經濟衰落的 melting down 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修了條運河，原來武漢嘛9省通衢，但是如果你從比如說吧九江修條運河直接到重慶了，又沒有三峽工程，如果那武漢一下就傻了，我的地位就降低多了。原來蒙特利爾的地位是說所有船到我這兒就得卸，那後來又修了條運河，從它旁邊直接就到了五大湖，所以不需要蒙特利爾這麼一個中間的轉口港啊。更重要的是因為天天鬧各種矛盾啊，小脾氣很大，導致大家也不願意在那兒投資，覺得這地兒不安全啊，所以這個經濟就越來越衰落。然後這個法意執政以後，痛恨英國王室啊，你想想看，他對自己的法語文化這麼熱愛的情況下，那當然痛恨英國王室了。英國王室打敗了他們才成為法國的棄兒，從光榮的新法蘭西變成了英屬殖民地的這個一個少數民族啊，痛恨跟英國有關的所有東西。他那城裡有個雕塑 ，Nelson 的雕塑，就是納爾遜，英國海軍上將，然後那個就經常被吐痰扔東西，後來就得用欄杆圍起來。因為大家知道納爾遜最光榮的就是在 Trafalgar 特拉法爾加海戰打敗了法國的艦隊，他是英屬殖民地嘛，加拿大，所以把英國的英雄立在那兒，天天被這些法意的人打。然後威廉王子和這凱特王妃啊，顯示自己的那個親善，然後跑到這個魁北克去了，到了 Montreal， 也是啊，被這個法意的人圍着罵啊，滾回去什麼吸血鬼之類的罵他們。法國偉大的總統戴高樂將軍曾經被加拿大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也是因為去鼓動這個魁北克獨立。戴高樂是一個非常非常的民族主義者，沙文主義者，應該這麼說吧。所以戴高樂對於法國殖民地的通常會先採取鎮壓政策，阿爾及利亞啊，這等等這些地方。他為了能夠跑到魁北克去，他還專門不飛加拿大，因為你要飛加拿大，你得飛到人首都去嘛，飛到渥太華去。啊不，他坐船去，穿過大西洋就得進了 St. Lawrence River， 這個最大的港口就是蒙特利爾，所以他假裝說我坐船訪問加拿大，所以第一個停下的就是蒙特利爾，啊，跑到蒙特利爾去，然後在一個陽台上跟所有的法意的這個加拿大人高呼自由魁北克萬歲，這分裂主義分子被加拿大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這個法意執政以後，推行了好多歧視英文吧，或者叫歧視英國文化的這個事兒。比如說吧，這個要求所有的牌子必須是法語，啊，即使有英文，英文必須比法文小，啊，寫在下邊。但是據我在蒙特利爾觀察，我看到很多牌子，尤其是跟交通有關的，就沒有英文，就只有法文。只是依據我在北美生活的經驗，我能看到那個紅的長成這樣的，上面寫了一句個法語詞兒，我能感覺到那是 stop， 那個 stop sign， 但是底下就不寫 stop， 啊，停車我就看不懂了，到一個路邊停車一看，這上面3個牌子全是法語，也不知道怎麼停，然後看到一個標誌有一個拖車畫在那兒，說哦，這可能是要被拖走，這個也就算了吧。最可笑的是說，所有的招牌包括商標都不能英文大，要法文大。比如說我這店叫 Second Hand， 這是我商標啊，二手店不可以，因為 Second Hand 是個英文，你必須寫法文，還得把商標翻譯成法文，那人家不認識我了。商標也是用英文注冊的 ，Microsoft 是個英文，你不许我用，你必須得寫在底下很小，上面必須用一個法文，那我就更不來營商了，就為這個事兒又鬧了很久，然後就各種各樣的吧，所有的
母語不是英文的人移民到魁北克，必須先上法語學校，就不能先学英文。人家說那我就離開魁北克呗，我母語是廣東話，我母語是中文、日文，那我就去溫哥華不就完了嗎？我在那兒學英文，我還能去美國，我在哪兒都能用。然後導致越來越衰落。現在整個的蒙特利爾，你先來看，就是挺傷感的，感覺到是一個衰落的。但是也不是一个衰落的老歐洲城市，就是我說的老歐洲城市曾經有那麼輝煌的時代啊，曾經有那麼多大教堂，那麼多那像意大利去西班牙去看，然後它衰落了，但是那些東西還在，你就感覺到那個精氣神還在。但是蒙特利爾它也沒有曾經輝煌成那樣，雖然有一個巨大的教堂，但是巨大的教堂一看就不是歐洲那種金碧輝煌啊，雕梁畫柱，然後彩色玻璃這樣的，而是一個很樸素的一個，但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一個天主教堂。啊，裡邊那個能站1萬人啊，能坐3000多人，巨大一個，但是一看很樸素，所以你既沒有人家歐洲城市說我還保留着那個，我今天衰落了，也沒有變成一個繁榮發達的北美大城市，啊，你說有多少古蹟？它一共才多少年歷史，也沒什麼古蹟，唯一的好處就是藝術人才多。大家想想，法藝本來就是這個藝術細胞有很多，所以你會滿街看到音樂家。然後有大規模的爵士音樂節啊、喜劇節呀，有大量的街頭藝人，當然還有電影節啊。原來蒙特利爾電影節是北美最大的國際電影節，啊，現在也被多倫多超越了。大家肯定有人說啊，奧斯卡說過很多次，奧斯卡是個美國電影節啊，美國電影工業的電影節，所以奧斯卡才會有一個最佳外語片獎。這個獎的意思就是說我不是個國際電影節，因為戛納、威尼斯都不會有外語片獎，因為國際電影節你說什麼語言都能參賽。啊，奧斯卡獎是個美國國內電影獎，所以他才只給一個獎給國際電影，就是叫最佳外語片獎。啊，這個蒙特利爾原來是國際電影節啊，但是蒙特利爾隨着這城市的衰落，電影節現在也慢慢在衰落。多倫多電影節因為它能賣，最重要的是多倫多繁榮嘛，發達。多倫多電影節一開始是北美最大的一個國際電影市場，後來現在發展成北美最大的一個國際電影節，就大家都去多倫多參加電影節，因為參加完了有人買啊。這很重要啊！到了你那兒參加完了電影節，你給了我一講，沒人買，這不行，啊！所以這個連電影節也開始衰落。但是音樂確實是很多啊，那文藝氣息極為濃厚，而且誕生了加拿大，這個文化娛樂整個產業裡的全球最大的一個品牌，就叫太陽馬戲團。介紹 Vegas 的時候已經介紹過了啊，介紹過他的咖show、他的歐show、他的。原來公司那些人出來做的 La Rive Show 啊，這次是終於來到了他的發源地這個 Montreal， 然後去訪問了他總部啊，這個是我覺得啊，如果來 Montreal 旅行啊，除了街頭藝人啊、音樂節呀、電影節啊，一定要去啊太陽馬戲團的這個大帳篷裡去看看，我還是有一直在演的 show， 這個參觀他的總部也覺得很厲害，當然現在是我們的復興集團是他的最大股東之一吧，所以我去也很高興。是我介紹的郭廣昌，就是復興集團這老總，因為我們倆關係特別好，向他推銷太陽馬戲團，雖然跟我沒關係，沒人給我提成，但是因為我很熱愛太陽馬戲團，所以他說到美國來，到好萊塢來，然後到紐約去，包括他在好萊塢弄一個電影公司叫 Studio 8，就是他認為原來有6大 studio 加上 DreamWorks 就7個 studio 嘛，就要建成第8個大 studio， 就第8個主料的片場，然後挖了華納電影的總裁來做，然後給了我一個聘書啊，叫首席內容顧問什麼什麼，聘書現在還在我們家放着呢。後來他就老說，他說你到底要什麼呀？他說一般人幫我忙什麼都是要提成啦，或者要錢啦。我說我不要提成，也不要錢。我說我想你去買一個百老匯的劇院，然後因為我有一個特別好的音樂劇叫《扶桑》，這個我從嚴歌苓手裡買的這個版權，我想把它排成一個好的音樂劇在百老匯上演。如果你去百老匯買個劇院，當然不是買給我啊，你還是擁有那個劇院，但我能再來演點咱們中國人啊做的這種好的音樂劇，讓全世界的遊客在百老匯能看到中國音樂劇，不是挺好嗎？啊，於是我們倆就跑到紐約去，然後找劇院啊，這那3大家族，這就不講了啊，這戲的故事。總而言之，最後找了一個沒買，我還挺那個，哎呀，我說你看你那個你最後也沒買成，啊，最後他又說，那你覺得你給我出主意，這個文化娛樂業應該怎麼先兼併收購什麼，啊，買什麼？後來我就跟他講，我說復興集團作為一個新玩家，最好先不要買那種競爭對手一群。你說你6大你買一個，那剩下5個都是你死敵，啊，3大唱片公司你只要買一個，那倆都是你死敵。我說咱作為一個 newcomer，咱們應該買一個沒有競爭對手的，全世界獨一份，然後中國又能把這市場做大。
他說那是什麼呀？我說太陽馬戏团吶，你看太陽馬戏团多好，一年賣10億美金票哦。太阳马戏团以一個馬戲團出身的公司，當然現在是以做 show 為主啊。那麼龐大的百老匯啊，3大家族控制着40多家劇院，紐約那麼大的人流，全年的整個百老匯的這個票房收入差不多是10億美金，啊，人家太陽馬戲團就一個 Cirque du Soleil，就這麼一個公司。每年到全世界去巡演，它分了幾級的，这個有劇場的，有 arena 的，就是馆的，有大场的，然後又有這個駐場專門改造的劇院，像在 Vegas 一樣，啊，一年就賣10億美金票，一個公司就頂你整個美國百老匯，就是全球最大的這個音樂劇市場。我說他還沒對手，這多好啊！你買來你也不用擔心其他人都成你敵人，就好，而他還在中國有很大的市场，因為中國發展旅遊業，你看這個這麼多城市想做秀啊，想做綠色工業，想做旅遊工業。比如說吧，澳門原來就是根本不在乎家庭娛樂，也沒有秀，因為每個人到那兒去都是時間緊排，就是下了飛机就堵，然後上飛機之前說20分鐘還剩20分鐘，趕緊再拉一下餃子機才走。現在不一樣了，那变成家庭娛樂嘛？那男人賭博，女人幹嘛？孩子幹嘛？那去拉斯維加斯看秀。我說你看，澳門還能定制很多秀，中國那麼多旅游城市，以前就靠印象系列，印象劉三姐啦，啊，印象西湖啦，所以最后成功的買下了這個太陽馬戲團。所以我這次去，大家特別高興，歡聚一堂，給我看了很多很多他們的有意思的東西。我最熱愛的這種公司就是它只做精品。啊，就是小而美，但是它也不小啊，但是它的夢想就是小而美。每個秀花2-3年的時間，然後極為精緻的手工的，它不是這種工業化大生產，像電影啊、唱片呀、等等，它完全手工。啊，從開始坐在那兒，大家一堆 creator 坐在那兒想，啊，怎麼弄來一個小小的傳說神話？怎麼從原住民那兒弄來一個小圖騰？怎麼想一個有意思的故事？怎麼把這些全世界的 talent 都用上？因為他全世界的非唱歌演戲類的藝人，其實市場都很小的。那他們最大的夢想，一個雜技演員的夢想，一個特技的演員，就是去太陽馬戲團當演員嘛。那他把全世界的演員收集來，他也得用上發揮這些人的這個技能。這個人能頂碗，那個人能轉大球，那個人能空中飛人，那個人能水底花樣游泳。然後怎麼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然後琢磨，寫劇本、畫圖，然後開始排練。我們去了他們排練廳啊，可有意思。因為他那個跟電影排練廳什麼都不一樣，他是大量的那種雜技啊，各種各樣的東西在裡面。然後手工縫制，我們去了他的手工縫制衣服、做道具、鞋。其實太陽馬戲团就是一個造夢機構，就夢幻大壽嘛。你進去，你肯定不是打算去看一個現實主義的話劇去的，那就不用去他那，去倫敦西區看就行了。啊，他就是給你造夢的，所以怎麼夢幻，怎麼想象力越遙遠、越遼闊越好。所以那裡邊養着一大堆神奇的人，幾百人在那做衣服，因為它不像電影，說電影衣服做出來就拍吧，拍完了以後衣服就不用再做了。他不，他那歐售就是大水售，那衣服就演個4個禮拜到6個禮拜就得換了。啊，正常的衣服在台上不用下水的，那差不多3個月到半年也得換。你不能像咱过去京劇似的，一身行头穿到底。啊，京劇也没那麼大動作呀，他那好，空中飛，地上滾，等等。啊，自己設計很多巨型的那種大機械，然後為了那些show，而且就生產1台。啊，他給我們看了原來所有的演員，因為都要特技化妝做的那種模具，腦袋的特有意思。他說我們現在先進了，演員就3D 掃描一下腦袋就行了。我說那太好了，因為我就做過那種模具，特別痛苦，拿一大堆那種石膏糊臉上，然後這兒插2管，他待着直到硬了以後再扒下來，然後在裡頭再灌東西，再拿出來做模具，然后特別複雜。因為那個實景秀啊，這不是電視裡那麼點看，每一個細節都要非常的講究，而且還要安全。這個因為它不像拍電影是假的，可以分鏡頭，說這兒拍一下，然後那兒再拍接起來。它不行啊，這實景秀必須得真飛啊，真從空中從這兒飛到那兒啊。曾經在咖秀還出過一次事故，就是有一位演員就是飛出來了，掉在觀眾眼前，然後就去世了。你越想精彩啊，超乎想象力啊，空中能飛，水裡能跑，就越不安全。我就問過他們，我說你們為什麼就沒對手呢？他們說這東西第一經驗太重要啊，不是一家新公司起來就能拍電影。說拍電影還不容易嗎？就花錢請俩編劇，
這個情景導演，然後就砸錢，啊，這電影是因為是普遍性的经验，大量的電影公司都有经验。你今天不请华纳，请索尼也一样。但是他说我们這套東西，啊，又要精彩，又要實用，還得長時間演，一演10幾年，還得安全等等，你還得有人才，你上哪兒去找這麼多人才去？啊，我還跟他開玩笑，我說那我開一公司，找一大堆投資，花錢把這人才都拿走。他說不是，他說來到太陽馬戲團的人不都是為了錢來的，啊，是為了能把最好的作品、自己心中的夢幻等等這些東西創作出來。太陽馬戲團讓人信任，就是你一定能發揮你最好的，能把它創作出來。你新弄一公司，除了有錢，人家不相信你，你能實現人家的夢想。也許你最後弄了半天，你一算要賠錢，你就不搞了呢，是不是？這種事兒不多得很嗎？啊，再加上他們形成的那種文化，創作文化，他们那創作史特有意思。進去一看，我以為是一拍電影的一個場景呢，又有床，一堆人在床上有墊兒，然後地上又弄一堆，然後又各種各樣的這種大躺着大炕什麼這那。我說這幹嘛用的呀？他說這就是我們的腦力激盪這個創作史。大家就到這兒隨地亂坐，然後炕上亂躺，然後等等，大家就發揮想象力吧。但是關鍵是把這些想象力真的做到你眼前來，這不是你拿錢就能做到的，啊！所以太陽馬戲團到今天為止也沒有一個對手，啊！無論從人才的戲的角度，人家每一個吳橋雜技演員，還是匈牙利的一個踩高蹺的，人家的夢想就是去太陽馬戲團。有一天我跟開過玩笑，我說你把清華大學，你有錢，你弄塊地，你把清華大學從校長到看門的，一起都買走。你能不能再造一個清華大學？其實也是這意思，就是你造不了，因為那些年輕的學子，當他報志願的時候，他還是會填清華大學，就像那些所有的那些年輕的演員，他還是要夢想去太陽馬戲團啊。所以這種完全手工的，他不能靠大數據，不能靠等等的這些大工業生產的東西，這個很難再起一家去跟他競爭。包括我還問他一個問題，我說這個這麼火的時候，Michael Jackson 去世以後，因為他們有 IP 的授權，他們做了一個叫 Immortal 的 show， 就是紀念 Michael Jackson。我在洛杉磯看過，啊，在斯坦普斯中心看過。後來他們還到了中國演了幾場。我說這種東西應該有時效性的呀。Michael Jackson 離他去世越遠，這東西應該看的人就越少。你為什麼不同時組成10支隊伍下去 tour 啊？我要跟他講，我說我們原來有個叫12樂坊的這個組合就是很聰明啊，12樂坊就沒有檔期問題，可以同一天接哈爾濱跟三亞的演出，因為12樂坊人家不推廣其中的某個人啊，所以可以有70多個人，還可以分成4個人組、6個人組。台美團也是，他所有show都沒有台上的明星說捧這個人是這明星是誰，他不是，他就是靠他整體的一個大show。只要同樣的水平的雜技演員都可以演這個主角，他確實有好幾套班子，因為天天演員也受不了。百老匯介於中間，還是有一些百老匯明星，他這種show是沒有明星的。我說你為什麼不就多做幾套那機械嗎？你就到全世界同時10支隊伍去 tour 去。我老覺得我好聰明啊，哈哈哈。他說不，他說我們第一呢，我們要保證這個質量。確實可以10個同時 tour， 票也可以賣掉，因為大家懷着對 Michael Jackson 的懷念，是這show來了我去看看嘛。但是我們不能保證10個都跟那一個一樣好。我說你分一分嘛，你這個去那兒，那個去那兒，然後配點。他說不行，他說我們的文化就是一定要做到最好、最好、最好的這精品，我們不稀釋。如果不能找到同樣水平、最高水平的，我們就不分散这東西，就一個隊伍到全世界各地去，差不多一個 tour 10年才走完一圈。然後駐場秀就不說了啊，Vegas 什麼那些駐場秀一演也20年。但是我後來我又問他一個問題，我說那可是今天的社會變化很快呀，不像過去20年大家還可以看同樣一個東西，那今天3年整個的社會思潮啊等等，3年一代新人。他說所以我們也很緊張，我們也知道我們這個老的手工作業的模式，然後等等。他說我們爭取每2年就把我們的show增加一些新的內容，然後刪減一些新的內容，不斷的與時俱進啊。當然了，他們也知道今天的社會大家消費碎片化了啊，這個什麼都在互聯網上了，他們那種傳統的全靠千錘百煉的全球的頂級藝人，然後頂級的設備、頂級的手工的服裝、頂級的所有的排練，做出來一個這麼大體量的東西，然後一個花到1億5千萬美金那咖show，然後再去全世界巡演，這種模式可能要有與時俱進的地方。他說所以我們才跟中國合作啊，中國人是最能想的啊，各種新的東西。所以蒙特利爾最讓人覺得驕傲的地方到哪兒，就是他的這個太陽馬戲團。我本來還想問他另一個問題，後來我就沒好意思問。本來想問說
這兒經濟蕭條了，你要不要搬到多倫多去，或者這個溫哥華去，甚至紐約去吧？你說 talent pool， 那紐約演員更多呀，是吧？百老匯那兒還有一大堆這個那的。後來沒問，因為他們从上来就表達了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法語文化，他们自己对魁北克、对蒙特利爾、對於他們自己生長的這個法語的這些地方的熱愛，所以後來我就沒說。他說：“你看我們在這還做很多公益，最逗的他們那個大樓還有好多漏斗。”我說：“這幹嘛？”他說：“我們接雨水，在那兒接雨水，省了很多水。旁邊就是加拿大開的這個雜技學校，政府開的，然後等於政府也幫他們做很多人才培養啊、提供啊。他們有全球已經是好的演員，以後把他培養成長起來最好的青訓體制，啊，所以蒙特利爾對我個人來說是有很大的感情，是因為有太陽馬戲團，啊，以及法裔的人雖然搞經濟不如這個英裔的人厲害啊，但咱們說過很多次，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經濟發達主要因為都是英裔的人做的啊，其他地方的人做的殖民地就沒有那麼的好。但是它有文化呀，它有這些文化藝術類的東西，上帝總是給一塊地方公平的嘛，所以蒙特利爾現未來會變成一個演藝呀、文化呀，大概是這麼一個地方，我想。包括這個斯斯類的總部專門找了一個窮人區啊，然後還在周圍還種菜，種完菜分給窮人，非常有那種民族情感。然後說我們成功了，那是因為這塊土地養育了我們，我們要回報這塊土地。而且我還問他們人，我說那你們對法國有感情嗎？他說也沒有。他說我們就對這塊土地有感情。他說法國不要我們了，當年，所以對我們來說那是個很久遠很久遠以前拋棄了我們的那個國家。我們也不是覺得法國的文化多好，我們是覺得這一塊土地，魁北克法語區的這一塊，這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當然了，因為魁北克這省很大，而且很長時間經濟是很強的，所以整個加拿大的國語就是官方語言是英法，而且加拿大要求你的政治家得會說法語。然後他們講了一個故事給我樂壞了，說哈伯為什麼大家投他票？因為加拿大規定這個總理競選的這個電視辯論必須是一場英文一場法文來辯論。他說這第一場辯論的時候，這個用法文，哈伯就說得很爛，一塌糊塗，然後用英文辯論他說得特別好。說但是過了一陣，第二次辯論的時候，突然發現才過了不長時間，說這哈伯的法文好了很多，說這哥們太努力了，這麼短的時間啊，法文提高了這麼多。但是人為了競選嘛，這個都得這樣。就像馬英九為了競選，不但會說了閩南話，還會說了客家話，就為了競選就只能是拼命學。於是魁北克人民覺得，這個哈伯是個好同志啊，他這麼短時間內法語提高這麼多，那他以後肯定能說特好，於是投他票。所以政治家大量的出身魁北克，因為他英法雙語都很好。歌星啊、演員啊，什麼各種各樣的名人，魁北克也出很多，因為他有龐大的文化的這個氣氛。啊，溫哥華這邊當然是新移民區了啊，多倫多是個大商業區，所以它等於是個歷史文化中心。就是它是北京，因為它原來是新法蘭西的首都嘛，就是最老的首都就是在那裡。啊，多倫多像上海，啊，這個溫哥華也可以說像香港，也可以說像整個美國西岸一樣，是特別融合的那麼一個地方。要講蒙特利爾出來的一位全中國人民都非常熟悉的，加拿大人民反而沒那麼熟悉的一位加拿大戰士，這個戰士的名字叫白求恩。這白求恩呢，當然他不是生在蒙特利爾的啊，他是在多倫多讀的大學啊，但是他是到了蒙特利爾來行醫啊，蒙特利爾這個著名的大學這個 McGill， 他就在那兒。教書行醫，這個行醫行着行着呢，就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各種醜惡。很多人今天說這話像開玩笑，說你把我快點送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吧，讓我去體會一下那兒醜惡吧。今天大家可能不理解那個年代的資本主義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大家想想一二戰之間的那些年，知識分子大爆發的年代，大家看到伍迪·艾倫電影什麼《午夜巴黎》啊等等，知識分子最夢想回到一二戰之間那個偉大的時代，就是知識分子成為這個世界的最最重要的領袖，因為軍人們都要退到後面去，軍人們已經在一戰中這個用了各種高科技的武器，這個用鐵絲網、用機槍、用大炮、用飛機、用毒氣，殺死這麼多人，所以人類處在非常迷茫的時候。所以知識分子挺身而出，誕生了大批的大師以及大批的藝術家，所以一二戰之間的知識分子呢有一共同點，就是幾乎全是左派，這個左派就是反對資本主義。那個年代呈現出來的嘴臉，就是貪婪，就是醜惡，就是戰爭，就是死亡，
就是一戰之後的大蕭條，就是大失業，就是工人階級除了鎖鏈以外，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這句話今天大家聽來覺得很可笑，那個年代的工人階级真的可以這樣說，就是失去的只有鎖鏈。那個時代的所有知識分子會說這樣一句話：我不知道社會主義什麼樣，但是我知道資本主義是什麼樣的。白求恩大夫當然了，他是一位知識分子，白求恩博士，所以他也受到整個这個左派思潮的影響，成為一位社會主義者，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在加入加拿大共產黨之後，當然他做了很多事，在当地的醫院已經沒法這個混下去了嘛，因為那個時代的加拿大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今天加拿大全民醫保，今天加拿大全民免費醫療。那個年代就是窮人看不起病的年代，那個年代的資本主義還沒有經過洗禮，那個年代大家還是殖民地的时代，看病是很貴的，所以白求恩給人看完病不收人錢。最後那醫院老板也不幹了，說你是一社會主義者，你是加共黨員，但是你可以自己開一個醫院不收人錢，那我開的醫院你憑什麼不收人錢？於是在醫院也混不下去。雖然他醫術很高，他是各種皇家什麼醫學會的會員等等。但是他因為搞社會主義這一套就不能兼容於資本主義嘛，於是就準備出發去革命了，到哪裡去革命呢？就是去西班牙參加國際縱隊，因為西班牙是繼蘇聯之後，蘇聯當然是因為是革命上台這個槍斃了沙皇全家，然後打倒了資產階級政府，是靠鐵血革命，在內戰中流了那麼多血，然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世界上的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民主選舉選上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西班牙。西班牙是靠民主選舉，大家投票，先是投出了一個社會黨政府，因為31年的時候西班牙國王就被打跑了嘛，被打跑了以後就先是社会黨執政，社會黨執政一陣子，然後就混亂的不得了，所有的革命流血的不流血的，至少都會經過這個一段時間的混亂。要不要沒收資本家的企業呀，國有化啦？要不要沒收地主的土地了？大家分田地了？那你既然是社會主義，你要怎麼做？那社會黨執政的時候還算溫和，就逐步的來做這事，但是不行左派人們等不了了，左派的激進的共產黨就來了，說你不能這麼幹，於是左派裡面也出現了大量的混亂，一直到1936年，由左派組成的聯合陣線，在大選中第一輪得票稍微領先於右派的這個資產階級黨。但是實際上按照當時的選舉法等等，還應該投第二輪票，因為領先的沒有那麼大。但是當時這個左翼的聯盟，就直接宣布我組閣了，我當選了。但是呢，那個時候的左翼聯盟裡，就不是當年的社會黨那樣溫和了上來以後就大量的這個紅色恐怖，就開始了。我覺得很不智慧，很不智慧一條。你其實打資本家是問題不大。因為窮苦的工人是多的嘛，資本家永遠是少的，你把資本家崩了都沒事。但是這個西班牙這個左翼政府上台以後，推行了一個極其不智慧的一個道路，燒教堂、燒修道院、殺主教、殺牧師、殺修女，這個可不是殺資本家和殺地主了整個南歐都是非常保守的，天主教非常強大的地方。當然了，也是因為天主教非常強大，他才要办天主教嘛。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蘇聯當然是把這些什麼宗教什麼全辦了，這樣蘇聯的社會主義才持續了很多年。有些國家，比如波蘭，這社會主義就始終不穩定，因為波蘭這個天主教的這個勢力很強大，很強大，還出了一個保羅2世教皇，所以最後波蘭就第一個被宗教支持的團結工會什麼什麼就顛覆了。但是那個時候榜樣只有一個就是蘇聯，所以大家就說學蘇聯。左翼聯盟裡面的共產黨是學蘇聯的，因為他们來自於第三國際，就共產國際，但是左翼聯盟裡還有社會黨，是來自於第二國際，第二國際就是恩格斯的第二國際社會黨，就是今天在歐洲執政的所有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都是恩格斯的第二國際下的崽兒，當時這個社會黨就說，哎呀，不要這樣，我們是第二國際執行那個溫和的，那共產黨說不行，我們第三國際上來就要殺光他們，這個還有工人黨也在這左翼聯盟裡，這工人黨呢是第四國際，就是托洛斯基組織的。於是大家想想看共產國際跟托洛斯基這已經就水火不相容了開始只是吵架，後來也变成越來越血腥。當然最血腥的是殺宗教人士，這個把西班牙整個社會全部給撕裂掉了，殺了11個大主教，殺了16000多牧師和修女，
這一下可形成了这个非常严重的後果，因為本來軍隊都已經聽命於這個民選政府，沒有問題包括弗朗哥本人當時加那群島的總督這個以及當時的摩洛哥的總督西班牙這些殖民地的總督們這些將軍們，包括國內這些將軍們都說沒問題聽命於你們是合法民選政府嘛，你說讓我幹嘛就幹嘛。本來弗朗哥都準備上飛機了，共和政府說調你到馬德里來幹嘛幹嘛，弗朗哥都同意了。結果好家伙，一看這你們這麼血腥，因為大家都是那麼篤信上帝的天主教的這國家結果突然出現這麼嚴重的事件，那軍隊首先不幹了。當然了，也殺地主分田地了，那軍隊將軍們首先都是地主的孩子，這都不用說，本人就是地主。但是将軍們發動不起來事兒，因為你是地主，你發動農民跟着你去打仗，農民不去，農民說我分了你田地，我幹嘛跟你打仗？你自己打去吧。那將軍還是幹不了但是這個宗教的借口給到將軍手裡弗朗哥這幫人立刻就有話說了，說你看這幫人要毀滅我們民族，我們民族是信上帝的民族，這幫人來幹這種事兒，那就農民都跟着幹了。所以這個西班牙內戰的爆發主要就是來自於這個原因。當然了，這個紅色恐怖結果去把人家那個右翼的議員也給殺了人家也是合法當選的議員因為你是50%幾選票，人家有40%幾選票人家在議會裡也有40%幾的席位那大家都是合法當選的議員，你憑什麼執行紅色恐怖？那你已經合法性有問題了。所以當這個一個重量級的右派的議員被殺了之後，6天整個西班牙，尤其是從西班牙殖民地開始發動了強大的這個，當然這邊肯定合法政府說是叛亂嘛，那就叛軍，但那邊打着的旗號就是為上帝嘛。西班牙雖然重要，民選政府雖然重要不過上帝嘛，那就為了捍衛上帝，為了捍衛這個我們這個國家前進西班牙這邊就開始了。應該這麼說，陸軍的叛亂是主要的，而且陸軍的士兵層次文化比較低，這個念過點書人都是左派，剛才咱說了，所以海軍什麼之類的還是支持共和政府，所以先還是把這個西北海岸都封鎖了，主力的叛軍都在什麼摩洛哥、加那利這個海外的領地來不了這個時候墨索里尼出現了，緊接着希特勒也出現了，說這太好了，我們正想辦共產黨說你看你共產黨第二個勝利的國家在西班牙，你們現在幹這事兒，我要支持他。於是把叛軍運到西班牙來。我覺得比較公正的表述，在這個時段還是應該管弗朗哥軍隊叫叛軍叛軍到了這個西班牙以後，對所有的左派的什麼工會農會那也是瘋狂屠殺，這個到處一個城市殺個上萬人所以也犯下很多反人類罪行。因為主義這一個國家已經變成水火不相容當然了，左翼內部互相也殺起來了，然後共產黨把社會黨人都抓起來，把這工人黨人都抓起來關到監獄裡。這個有大批的左翼人士是被自己的這個同志共產黨同志給抓起來的，監獄裡光社會黨人就殺了上萬人當然也都殺紅眼了是雙方。但是這是在西班牙國內的發生的真實的情況對全世界來說，只要你墨索里尼一出兵，這個事兒已經定性了全世界的所有的左翼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說法西斯出動了。你原來可以管自己叫天主教軍隊弗朗哥說我是天主教軍隊，但是現在你不是天主教軍隊，現在你是法西斯軍隊。左翼當時是主流主流的左翼的知識分子看來，包括從愛因斯坦到所有的科學家看來，你就是法西斯。那全世界的知識分子一起發出怒吼。當然了，最有激情的最勇敢的這幫人戰士就不光是發出吶喊了就當鍵盤俠是不行的，你要真的敢去，你是一戰士。結果好家伙，4萬多全世界各地來的左翼的，當然你不能都管他們都叫共產黨，白求恩確實是共產黨員，但是這個4萬多的國際縱隊到了西班牙，這裡邊其實有很多人不是共產黨，是社會黨，也有很多人是無政府主義者。這無政府主義今天大家聽來覺得很可笑烏托邦什麼，但是那個年代無政府主義是有很大市場的所以不管他是什麼黨吧，他總之都是左翼的進步人士，4萬多人衝向了西班牙，然後高唱着國際歌，高呼着一個口號，就叫 No Barcelona， Barcelona 就是 pass， 其實這跟英文長得有點像，就不讓他們過去這邊所有的天主教就是法西斯軍隊吧，高呼着一口號叫前進西班牙。這口號是西班牙在大航海時代確立的，就是說西班牙最輝煌的帝國時代，就是衝向全世界的時候，所有的西班牙的艦船上都是掛着前進西班牙，所以他們高呼着前進西班牙。這邊左翼的國際縱隊以及左翼的支持這個共和政府的吧，所有的軍隊高呼着就是不許通過，大概就是這麼一口號吧。然後就大家
浴血奮戰，這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全世界來的醫生，因為這醫生是知識分子嘛，那知識分子在當時都是左派的，白求恩也是其中的一員吧，當然了，還有無數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名字啊，咱們之前講美國專門講過这位海明威衝向了前線，所以才有了偉大的這個喪鐘為誰而鳴。當然還有大詩人聂魯達，咱們講這個拉美的時候講過啊，拉美偉大的詩人，拉美誕生了無數偉大的文學家。馬爾克斯啊，博爾赫斯啊，聂魯達呀，這些聂魯達也衝向了国际縱隊。国际縱隊裡還有法國大作家加繆，這加繆是一個非常這個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啊。這西班牙有難，到西班牙來參加國際縱隊。國際縱隊失敗以後，自己的祖國又被納粹佔領了。於是加繆在二戰期間又跟馬克圖杜拉什麼這些大作家又參加了法國地下抵抗組織，參加游擊隊，而且還是一支游擊隊的頭。當然了，西班牙這一方最著名的一位，當然就是畢加索了。這個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西班牙的話，去看他的那個巨大的那個畫，那畫比我想象的大很多，叫《格爾尼卡》。因為小時候學畫的時候，看着格爾尼卡那畫沒覺得很大，等到現場一看，我說這畫太大了，一個巨型壁畫，就是講的納粹的空軍，這個德國空軍也是人類歷史上吧第一次大規模的轟炸貧民區。之前當然飛機也沒那麼大啊，這個到二戰之前，西巴戰場等於是德國、意大利在那試驗了很多新式的武器，其中就包括這個用轟炸機對整個平民居住的城市毀滅性的轟炸，就是炸平了格爾尼卡，所以畢加索憤而畫了那麼大一幅格爾尼卡的壁畫。很多人不理解畢加索的畫，說這怎麼那麼擰巴呀？這畫看着怎麼這眼珠子都在長那地方去了？但如果你了解畢加索這個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那個時代带給他的憤怒，世界在他心裡就是一個扭曲的世界，就是一個擰巴的世界，破碎的世界，所以他畫出來的東西就是那樣的。因為畢加索一生有過很多個時期啊，不是每個時期畫的畫都是那擰巴的，也有那個特別正經的那種畫，不能說那擰巴的不正經啊，也有那個大家看着很正常的那種畫，畢加索當然最後也是到了法國，終生未回祖國。一直到去世，因為他痛恨弗朗哥獨裁政权，痛恨法西斯，最後住的離西班牙很近的這個西班牙邊境的山裡，也終生沒回祖國一步。當然還有按照我們的所謂的左派的這個闡述，應該叫背叛了革命的著名的偉大的作家喬治·奧威爾。這個奧威爾後來寫的東西，什麼《動物莊園》啦，《1984》啦，那都是明顯的是在諷刺社會主義。明顯的在批驳社會主義，明顯的在說社會主義專制政權的虛偽，但是他當時可不是後來的喬治·奧威爾，當時懷着一腔革命熱情，跟着所有這些人一起參加了國際縱隊，拿起槍到前線去跟法西斯奮鬥。他其實是在前線目睹了左翼共產黨內部血腥的清洗。大家想1936年、1937年是什麼年頭？那就是蘇聯大清洗的最高潮嘛，5個元帥殺了仨，幾乎所有的軍長都殺了，師長殺一半。見人就是托派，見人就是間諜。共產黨聽命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執行就這一套政策。那既然你還有托派工人黨在裡邊，那就血腥清洗。然後喬治·奧威爾就是在目睹了這些之後，就覺得不对，我的這個理想我要重新想一想，所以才回去以後寫了那些偉大的著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其實寫的都很有意思。他用寓言式小說在諷刺這個專制情況下的所有那些所謂的虛無的這些信仰理想等等這些東西。還有一個叫 Coppa 的人，這個中國人民對他也很有感情，這哥們兒是全世界著名的攝影大師，他不但是左派的知識分子，跑到西班牙前線去拍了好多照片，這個記錄了非常非常多的西班牙內戰的這些東西。後來他也跑到中國來了，所以中國大量珍貴的戰爭照片都是這位卡帕同志拍攝的。總之吧，各種左派的这人衝向了前線。當然左派懷着這種理想，我覺得這個是沒問題的，這是人類的偉大之處。人類有理想，人類沒有那麼苟且，尤其不像今天的人，大家全都精致的利己主義，每個人都不相信有這種事。今天給大家講國際縱隊，年輕人他不會相信，說不可能，為什麼呀？發工資嗎？買房嗎？多少錢一平米啊？大家不知道人類曾經是有理想的，那個時候能為了心中偉大的理想四海為家，8000國際縱隊的戰士血灑西班牙。當然左派有左派的這個可愛之處有他的熱情，有他的理想，有他的獻身精神。但是左派有左派的這個缺點，左派的缺點就是藐視一切傳統，藐視上帝，
藐視家庭的觀念啊，等等等等。所以左派通常比右派要性解放，可以直接這麼說，因為大家看到右派的人都比較保守，比較老實，啊，就包括希特勒同志本人也沒那樣，啊，但是左派的革命家通常都會比較花一點。好多人揭發這個海明威，說海明威同志在西班牙前線就是美酒女護士以及寫文章，那左派有革命激情嘛？大家都有革命激情，那革命的時候還考慮這些嗎？是吧？革命不是请客吃飯嘛，是要來真的啊！所以这个海明威同志当然是因為他太有名，所以大家揭發的很多。白求恩同志就在中國很有名，在西方沒那麼有名，但是呢，由於在中國有名，後來也拍電影啊，包括中法加拿大也合拍過一個電影叫《白求恩》，拍的比其他版本更好一點，因為那裡面出現了很多認識白求恩的人，出現了很多採訪，那電影我看過，我覺得還很有意思。就是他也寫到說，白求恩同志在西班牙國際縱隊的這個戰場上做了重大貢獻，他發明了這個移動血庫，因為那個時代這個戰地輸血啊，大家是不能想象的，非常危險而且效率低，是那獻血的和那個被輸血的人，這倆人得用一根管連一起才能給傷員輸血，那就是說傷員得退到很後面的地方然後還得獻血的人來到前方兩個人才能這麼救護。所以白求恩同志到了這個西班牙以後他是第一個發明了這個冷凍血庫就是在馬德里在大城市裡由那些這個市民來獻血，然後市民獻血以後冷藏保存好，裝在卡車上，然後到前線去輸血。這個東西對戰場救護是有重大作用。白求恩同志是確實醫術科學方面很厲害，但是也有左派的這個毛病，也在救護車底下和護士有愛情吧，發生了一些什麼。總而言之，那國際縱隊最後失敗的時候是在1938年，等到這邊共和政府裡邊也清洗完畢了，就剩共產黨了，其他的左派抓的抓，殺的殺，然後這個戰爭也打不過了因為蘇聯開始說，哎，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但是我支持你一定要共產黨你們這社會黨不行尤其那工人黨是托派的，我天，那更不行於是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持下就是一黨獨大，在這個左派聯盟裡最後蘇聯使了我覺得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就是說，哎，你看這個叛軍法西斯軍要打過來了，你們國庫裡的這個黃金放在這兒不太保險，搬到莫斯科來比較保險。好，蘇聯給了幾支槍，給了點那個破銅爛鐵，就把人家西班牙從大航海時代攢下來的全部國家家底，因為它是合法政府，從馬德里的中央銀行全給搬到莫斯科去了搬到莫斯科以後，臉就變了。這因為大家跟希特勒達成了各種各樣的協議嘛，慕尼黑協定啦，這個關於波蘭的協定啦，等等啦，那斯大林就拋棄了你們了，就是不要了。結果導致武器也沒了，支援也沒了，金子也沒了，金子都給搬到莫斯科銀行去了。俄國跟蘇聯的幾乎全部的歷史告訴我們一件事，就是誰拿蘇聯跟俄國當朋友，就是那最倒霉的，而且幾乎沒有什麼例外。所以後來為什麼東歐共產黨國家裡唯一沒倒霉的就是南斯拉夫？因為當然鐵托同志也在前線，鐵托同志也參加了國際縱隊，在前線目睹了所有這些東西所以鐵托同志心裡清楚的知道絕對不能聽共產國際的，所以南斯拉夫後來走上了特別獨立的共產黨國家的道路總而言之，這個沒了蘇聯支持，然後也打不下去了，錢也沒了最後怎麼辦呢？被迫要求所有國際縱隊離開西班牙。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德意法西斯不光是給武器給飛機，都直接出兵到西班牙去了出兵到西班牙去，最後這幫人沒辦法了，只好說咱們達成一這樣的協議吧，叫一切外國軍隊退出西班牙。法西斯誰跟你講交情這個法西斯說行同意你先讓你得走。於是就把國際縱隊幾萬人全部轟出西班牙，說交換你們德意法西斯軍隊也不能支持弗朗哥，你也退出西班牙讓我們西班牙自己人跟自己人拼吧，讓我們自己決定西班牙的未來。結果國際縱隊全部被迫退到法國，結果德意法西斯也沒撤退。當然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的事跡這個包括我有一年去西班牙，我還見到一個西班牙的共產黨老戰士。說起保衛馬德里的時候，老戰士站起來高唱國際歌，我在旁邊看着他，我非常感動。我說這麼多年，西班牙已經也不是當年的西班牙了，弗朗哥獨裁政府也沒有了，西班牙今天已經變成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國家，但是對他來說這不可以，因為這不是共產主義者的理想。他說西班牙今天依然是他痛恨的政權，因為他覺得共產主義要比這個要好所以站起來高舉右拳
這個高唱國際歌，熱淚盈眶，這個老戰士看得我非常感動。總之，這个国際縱隊最後撤到法國以後，被法國捐進了集中營。當然，納粹是很值得警惕，但是共產主義也很值得警惕啊。所以為什麼簽慕尼黑協定？簽慕尼黑協定就是為了說，捷克可以歸你，蘇台德地區可以歸你，但是你打共產黨就最好，啊，所以英法說是中立，當然不會支持這種啊西班牙的共和政府。那當國際縱隊退到法國以後，全體關進集中營，啊，當然經過很多這個營救啊、奮鬥啊，啊，最後有相當多的一批人又奔赴了中國的戰爭前線。我覺得這個讓人聽起來挺感動。他就是有這理想，在西班牙戰場上沒犧牲，沒能獻身，我還是要為偉大的理想獻身。啊，抱着地球儀一看，哪裡還有革命？呀，中國有革命，那去中國革命。啊，這個白求恩同志是最先來的，因為他沒堅持到那最後，因為他中間犯了錯誤。其實，來到中國醫生遠遠不止白求恩，甚至印度的、印度尼西亞的什麼柯利華大夫，然後來自波蘭的、捷克的、來自奧地利的、來自瑞士的、來自法國的、來自各個國家的醫生，其實都來到中國，都到延安去。當然也包括其他不是醫生的啊，這個自願投入這個偉大的革命事業的啊，其中還包括3位中國人。啊，這個很有意思，跟大家多說一句。以前說很多國際縱隊的事兒，就從來沒人提過說這國際縱隊裡，啊，43000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啊，來自53個國家。這53個國家裡看來看去，哎，有中國，但是到底中國人在哪兒？有多少人？啊，這個長時間其實也沒人關心這個事兒，因為大家都關心海明威啊、聶魯達啦、喬治奧威爾啦。後來有2位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啊，就做了很深入的調查跟研究，我很感謝他們。啊，為歷史做的貢獻，啊，他們寫了《當世界年輕的時候》這本書，裡面找到了12位中國人的確切身份。我是依據這2位的書說的12位啊，但是巴黎的華文報紙《救國時報》1939年的一篇通訊顯示，啊，其實從世界各地趕過去西班牙的中國人、華人可能達到了3位數。這個中國同胞在西班牙參戰者總計在國際義勇軍者和共和軍中共100餘人，這是2個的啊，一個就是在國際縱隊裡，加上在共和國軍中的啊華人一共100餘人，這是有可能的，因為西班牙本地還是有很多華人嘛。啊，他們最後統計到12位華人啊，其中只有1位是真的從中國去的，叫陳阿根，類似這種名字，就一聽就是上海一帶的這種名字吧。他呢在上海組織工會，那當然就是左翼的一個工人啊，組織工會就被通緝以後就跳船，跳到一個法國的這個船上，就去歐洲了，等於就逃了。結果在船上呢，被一個越南廚子，越南那時候法國殖民地啊，所以法國船上都是越南服務員，什麼越南廚子，一個越南廚子非常激動的給他講西班牙的革命啊，非常激動給他講國際縱隊正在奔赴這個西班牙中，從全世界各地。結果陳阿根同志聽完以後熱血沸騰，越南廚子自己沒去，把他給激勵去了，說我去，我參加國際縱隊。有關這越南廚子，我多說一句啊，據陳阿根說，這個越南廚子一肚子都是學問，不光會講法語，還會說5種中國方言。啊，他告訴阿根說，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勝利了，又一場世界大戰就將在眼前。啊，所以當船駛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克魯尼亞的時候，拉克魯尼亞大家因為知道西甲拉克魯尼亞隊。啊，陳阿根已經決定下船參戰。後來，美國人奧尼茨在俘虜營裡和陳阿根成為好朋友，2個人都國際縱隊的。他問過那個陳阿根，他說那個廚子鼓勵你來西班牙打仗，他自己為啥不來啊？這個陳阿根說，他說他奉命要去蘇聯深造。哎，這不是一個普通廚子了啊！這個廚子如果還能去蘇聯深造的話，這人是誰呢？一個會講多種中國方言，在船上當水手，還奉命去蘇聯深造的越南人，我猜想8成，其實9成，這人就是胡志明本人。因為胡志明差不多是1933年被法國殖民政府放出來出獄啊，所以那幾年他正好失勢，出獄以後他就又跑到歐洲，又去過米蘭，然後又做廚子在米蘭學了廚子，然後最後又去蘇聯好多年，1938年再去中國。所以看起來這個時候他應該就是船上那個廚子，我覺得歷史簡直太有意思了。這哥們兒就也沒組織，就自己摸到西班牙去，先是還沒有找到國際縱隊，先參加了當地一個礦工的一個民兵組織，然後英勇戰鬥，負了傷，傷好了，繼續戰鬥，
最後跟着国際縱隊退到法國，關在集中營裡，到1940幾年的時候才出来。最英勇的，最後回到中國的是這3位啊，其中有一位呢叫林季时啊，当然其實他真名不叫林季时啊，反正姓謝，但是他化名林季时啊。这個人呢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啊跟中國有關的共產黨人，因為其他人其實都跟中國共產黨沒太大關係，都是主動從美國來的啊，從法國來的啊，都是自己在美國待了很多年，加入了那兒的共產黨啊，或者在法國待了很多年，加入法國的這個組織啊，最後去的。真正加入中國共產黨去，大概就只有林季時一人啊。這林季時手裡還有一台徠卡相機，很高級徠卡相機啊，就是因為林季時當時去留學勤工儉學啊，先到瑞士啦，什麼法國啦，就在法國碰見了著名的中國的留學生的領袖周恩來，就是周恩來，然後兩個人暢談了革命理想啊，等等等等。然後臨別時候，周恩來送給他一台徠卡相機，啊，說明周恩來這個經濟狀況非常好。別人是真窮，小平同志、陳毅同志、聂榮臻同志真沒錢，真去勤工儉學去。周恩來還挺有錢。今天徠卡相機也很貴，啊，所以這個林季時一直有一台徠卡相機，他也記錄了很多西班牙內戰的情況，啊，結果他後來還去了偉大的哥廷根大學。這個在哥廷根大學讀書之前，我講朝華其實講過，我的外婆就是哥廷根大學的博士，啊，當時哥廷根學派是執世界學術牛耳，在哥廷根大學學完了以後，啊，然後還加入了共產黨，啊，據說還見過朱德，啊，據說朱德走了以後，他成了德國共產黨組織的領導吧，啊，總而言之，他也激憤的這個衝上了國際縱隊前線，啊，而且在國際縱隊的時候表現得非常英勇。啊，以至於另外一位醫學博士，國際縱隊裡充斥着大量的那種全世界各地來的醫學博士，有一位美女醫學博士叫做這個安娜的，產生了愛情，啊，然後在革命的時候愛情很濃烈嘛，然後被弄到法國集中營裡，等他被營救出來的時候，倆人還在巴黎結了婚，啊，結婚以後歷盡千辛萬苦，從法國到法屬越南，從法屬越南到廣西，最後一直到了延安。這個參加了中國的革命，這就是另一個從西班牙戰場最後回到中國參加革命的，啊，他在集中營裡的時候還組織了林季時小組，林季時小組還有一張合影給大家看看，特別逗，後面還有一個大錦旗，啊，這錦旗上寫的是這個反對什麼法西斯蒂，然後這個啊獻給國際縱隊中國支隊，啊，因為當時這個國際縱隊非常著名，在全世界，包括在延安，大家都知道這國際縱隊這事兒。啊，毛主席在延安還給國際縱隊寫過公開信啊，讚揚國際縱隊為了理想奮鬥等等，然後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一起署名送了一面大錦旗，啊，托了一個海員，歷盡千辛萬苦，一直送到法國集中營裡去了。然後他們組織了林季時小組在那前面合影，啊，就算是國際縱隊中國支隊吧，但是其實組成支隊一共就12個人。他同時又兼任西班牙共和國民軍第35師重炮隊的指揮部副官，和國際縱隊的反坦克炮隊的政委。林季時被救出集中營以後，和安娜在巴黎結婚，啊，婚後他們立即從馬賽乘船，經過蘇伊士運河到達越南的西貢，然後從西貢坐火車到昆明，最後到達重慶，一路千辛萬苦，輾轉回到祖國。那個時候已經21年沒回國了啊。他回國以後，在重慶從事了幾年地下工作，這個他真的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啊，真正的冲上戰場是解放戰爭時期啊，擔任了4野特種兵政治部副主任。啊，隨着4野部隊從平津一路南下打到江南，1955年的時候，这個他獲得了1級解放勳章，在解放戰爭立下重要功勞才能獲得1級解放勳章啊。然後他在空軍工程部一直工作到1963年。安娜曾經擔任國務院衛生部顧問，1958年他陪兒子到前蘇聯讀書，然後就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就沒法回中國了。其實眾所周知的原因就是蘇聯跟中國掰了呗，連王明像那時候都跑到蘇聯去，再也不回來。啊，林彪都據說要跑到蘇聯去，所以中蘇兩國就沒有任何交流溝通，就一直就沒回國。他們的長子還曾經在俄羅斯國家杜馬任職當高官，前些年才病逝。這一家人未再團聚，他也終生沒有再娶，也沒有其他的孩子。他生命的最後的所有精力都傾注在一大箱與西班牙內戰有關的資料上。他帶着這些資料從西班牙戰場到法國集中營，最後漂洋過海回到中國。啊，最後在四川鄉下躲過了戰爭和歷次運動的摧殘，最後他得知自己得癌症以後，他在醫院裡還在整理這些西班牙內戰的資料，啊，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最輝煌的這個記憶吧。他一直到去世，他還背着這個國際特務的身份，因為他的蘇聯妻子以及蘇聯讀書的兒子。80年代的時候，安娜曾經帶着2個兒子回到中國，但那個時候
他已經去世很多年了。啊，這12个人裡還包括2位山東老鄉。之前咱們講北洋的時候給大家講過啊，這個一戰的時候，中國不是宣戰了嗎？1917年，啊，組織參戰軍沒去參戰，但是送了幾十萬這個馬力強勁，這個送了幾十萬這個中國勞工到了這個歐洲前線去挖戰壕，大批的勞工戰後就回國了，也有沒回國的，就留在那兒了啊，留在法國當地。這哥倆山東老鄉，當時送去勞工主要是河北、山東這一帶的人，然後這山東倆老鄉一商量說，咱就別回山東了，留在法國不是挺好嗎？然後倆人就留在法國，在法國某著名汽車廠啊當工人啊，本來就生活挺好，但是在那裡頭，因為法國當時充滿了左派的那种氣息嘛，歐洲是特別激進的啊。說實在的，二戰之後如果沒有美國馬歇爾計劃強行的壓着，全歐洲都成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可能啊，因為整個歐洲那個當時反對資本主義的腐朽，資本主義的經濟大蕭條崩潰，所以他們倆也深受。雖然倆人沒讀過什麼書，其實就是普普通通的山東的農民到了這個法國當工人，但是受到了革命的左派的這個思想的感染，最後倆人一商量說，不當工人了，去革命吧。國際縱隊去的時候都已經1937年，所以這倆人都已經40多歲了。但是倆40多歲的山東這個老鄉說不行，要革命啊。然後這個大家就說，那你們就在後方這個幹革命吧。這倆人在後方這個到救護啦，這個背傷員啦，送給養啦，但是特別英勇。國際縱隊也要休假啊，大家輪流休假，他們倆不休假，堅決不休假，就是每天就勤奮的為革命獻身啊。直到有一天那個縱隊的頭說，哎，老鄉，你那個休假吧，去趟馬德里啊。他說真的嗎？說你一定要去馬德里。好，他去了趟馬德里，結果發現是有預謀的，因為他上了西班牙革命政府的雜誌的封面，上了雜誌封面的一個中國來的那個國際主義戰士在國際縱隊裡，然後他到馬德里去休假，一看那雜誌上他的腦袋在上面印着，然後緊接着就人民都圍過來衝他唱歌跳舞感謝他。你想大城市的居民都是左派啊，其實叛軍法西斯軍隊主要的組成是農民，因為農民信教信得特別厲害，所以當你殺牧師殺修女的時候，農民就不幹了啊。但是大城市馬德里巴塞羅那什麼這些啊，都是堅定的支持這個共和政府的，就是所以馬德里血戰到底啊，巴塞羅那也打了很久。這個馬德里人民對國際縱隊的熱愛一直保持到今天。很感人的一個瞬間，就是在1996年的時候啊，那個時候國際縱隊到馬德里去已經整整60年嘛。60周年的時候，馬德里舉辦了一個盛大的一個在他們的大體育場裡，大家都很熟悉的體育場裡，因為那裡面就經常足球比賽得歐冠就在那個球場裡，然後數萬馬德里人民全體起立，向着幾百個還活着的坐着輪椅進來的60年之後的當年來到西班牙為西班牙人民浴血奮戰的這些老戰士，一起高呼那句著名的口號 No Barça Land，No Barça Land， 向他們致敬。再多說一點，他們怎麼去的？這有點意思。這個共產國際啊，當然是號召了。當時斯大林一看，這機會來了，這全世界第2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然後共產國際在全世界範圍內開始招，當然法西斯也確實招人恨，啊，這個左翼思潮在當時在全世界是最進步的思潮嘛，啊，於是由這個共產國際以及各國共產黨啊，在那裡這個有招募點，所有人去那裡報名。但是報名的時候呢，其實是很鬆的，也不需要你是共產黨黨員啊，你只要這個支持左翼思潮，你只要這個思想是左傾的就可以去，啊，最重要的是你能打仗，你就能去。啊，所以還招募來好多一戰老兵啊！你想那個時代正好是資本主義最沒落的時候，29年開始的經濟大崩潰、大蕭條，然後導致大量的失業工人、失地農民等等等等，就是準備說，那反正也活不下去了，咱們到那兒去，啊，也許有一片新世界，然後就各種各樣的人魚龍混雜，啊，然後呢自費到巴黎，這真的是滿懷革命理想啊，不是靠革命吃飯去了。自己花錢把自個兒先運到巴黎，然後在巴黎呢由英國共產黨組織大家。最開始的時候法國啊英國啊沒有實行這個綏靖政策啊，就沒有所謂的中立的時候啊，是直接可以坐火車就到西班牙去的，到巴塞羅那到馬德里，然後直接加入戰鬥。
那後來呢，英法不就實行所謂的中立政策嘛？實際上就不支持共產党政府嘛，但是也不公開說。德意法西斯是直接派軍隊去了的，軍隊、飞机、大炮、坦克都去了。英法說我中立，中立就不允許共產國際從巴黎用火車運這個国際縱隊到西班牙去。那於是就變成自費迁到巴黎，然後到了巴黎以後呢，由這個英法共產党組織。秘密的把他們送到比利牛斯山，这比利牛斯山就是天然的西班牙跟法國之间的国界啊。然后月黑风高夜，大家这个背着枪背着弹药，然後穿過比利牛斯山，然後徒步進入西班牙。這個後來就越發艱苦。當然也有很多真正的充滿理想主義的或者烏托邦主義的或者無政府主義的人，也沒找人組織，或者那國家也沒有什麼這個登記處，或者也不知道上哪兒報名，就自個兒就上西班牙了，也有直接就參加戰鬥去了。這個就包括咱們說的這個中國的陳阿根，就是自個兒這個上西班牙去了，到那兒找了一個礦工民兵游擊隊，然後直接就參戰了。這是一個。再有一個有意思呢，是在國際縱隊這3萬多人裡，最多的來源是德意。德國意大利它完全已經法西斯化了，結果導致德國意大利這個國內的左翼青年。共產黨就不說了在德國被殘酷鎮壓，國會縱火案什麼什麼之類的。當時共產黨的總書記泰爾曼還在納粹監獄裡蹲着呢，所以這兩個國家的左翼革命青年這個非常痛恨納粹，所以這個革命的機會一來，哇，大家成群結隊就跑到西班牙去了。所以西班牙這邊這個弗朗哥軍隊裡直接就是大量的德意法西斯軍隊，這邊國際縱隊裡也有大量的德意的左派青年，然後兩邊在西班牙這個面對面幹起來。然後這個互相語言又不通，到那以後說怎麼辦呢？就大家分縱隊，國際縱隊大概分了6、7個縱隊吧，是以語言分的，這樣好指揮嘛，好作戰。然後每個人都給自己起了特別光榮的名字。法國去的說法語的青年，組成的叫做巴黎公社縱隊，巴黎公社是革命的第一槍嘛，這個。然後這個德國去的說德語的這些人。組成了這個德國的縱隊，就叫做泰爾曼縱隊。泰爾曼就是德共的總書記。然後意大利去的，說意大利語的叫加里波利縱隊。加里波利就是1860幾年意大利獨立的時候偉大的革命家然後南歐去的呢，就都叫季米特洛夫縱隊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頭，然後當時還是共產國際的總書記，當然是傀儡了這個一切都得聽這個蘇共的。但是蘇共為了覺得好像共產國際是大家的。於是讓季姆特洛夫同志當了那個總書記。說英語的，從各國去的，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等50多國家來的人吧，說英語的組成了叫做亞布拉罕·林肯縱隊，那就是林肯總統。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林肯當名字叫林肯縱隊總而言之，組成了這麼6、7支以語言分的縱隊。軍隊主要都在佛朗哥那兒，軍隊基本都嘩變了。軍隊有一些高級將領是支持這個共和政府的，但是都被軍隊裡邊給槍斃了。這個軍隊在北非摩洛哥叛亂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把6位支持共和政府的高級將領直接都槍斃了。所以軍隊的主力都在這個叛軍那裡。海軍是共和政府的，但是陸軍除了少數支持共和政府陸軍以外，大部分都是左翼的激進的工人戰鬥經驗不足。在國際縱隊裡有大量一戰老兵，所以戰鬥經驗和戰鬥素質是非常的高。國際縱隊開進西班牙的第一站就是保衛馬德里，當時連我們的那個延安革命聖地等等地都升起這個保衛馬德里的口號。這一戰就打敗了叛軍，然後保住了馬德里，然後馬德里人民歡欣鼓舞，歡迎這些全世界來的這個理想主義者吧。最後國際縱隊撤離。當然了，表面上是說國聯來調停嘛，外國軍隊全部撤出西班牙，這邊的國際縱隊，那邊的德意的軍隊都撤出西班牙。其實德意根本就不會撤軍的那所以國際縱隊完全也可以不撤軍最後還是斯大林下令撤出來最大的原因就是斯大林已經決定拋棄了西班牙嘛因為當時正好慕尼黑協定之後慕尼黑協定是幹什麼用的呀？就是英法绥靖納粹德國，說好捷克這塊歸你，但是你去打蘇聯去，你別衝我們來，這塊讓給你了。那蘇聯立刻就感受到這種壓力說原來你們資本主義世界英法绥靖納粹德國，蘇聯最大的政策是要讓納粹西進跟英法打起來，你們資本主義國家打起來英法整個的外交政策是圍繞着說要禍水東引不能我們跟納粹拼起來，讓納粹去跟共產黨拼去跟蘇聯拼。所以這個慕尼黑協定一簽訂為什麼張伯倫回到倫敦說我帶回了一代人的和平，就是意味着那邊要打了蘇聯立刻就改變了政策，拋棄掉西班牙會造成2個好處。一個呢，
就是不要讓大家覺得共產主義是這麼大的威脅。第二呢，如果西班牙被弗朗哥佔領了呢，那西班牙就變成了弗朗哥政府当然是跟着納粹走的了。你想，要沒有納粹、德意、法西斯的軍隊、飞机大炮，弗朗哥怎麼贏得了呢？西班牙在法國南邊，這個德國、意大利在法國東邊。那如果這3個圍住了法國，那不是蘇聯的這個就得逞了嗎？就说，哎，你看把法國包圍，弄他去，啊，所以再加上西班牙的國庫的黃金已經全運到莫斯科去了。啊，这個斯大林一想說，那就拋棄了西班牙吧，於是下令這國際縱隊撤退，因為共產國際實際上完全就聽蘇共的，然後國際縱隊撤退，所有的蘇聯的援助都停下，那一沒了蘇聯的援助啊，一沒了國際縱隊，那西班牙的共和政府當然就撐不住了。38年底，這個國際縱隊撤出來，39年就馬德里被佔領，這個巴塞羅那被佔領等等，就徹底失敗了。啊，所以基本上國際縱隊的結局是跟整個當時的世界局勢是有很大的關係。說完了這些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啊，這個不管中間出現了多少，啊，蘇共也好，共產國際也好，裡面有多少這個見不得人的事兒，那現在因為蘇聯解體都披露出來了。但是當時，啊，這3萬多啊滿懷理想主義奔赴西班牙前線的人，這些戰士，我覺得是人類之光，他們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好，蒙特利爾說完了，加拿大今天先聊到這裡，下期繼續。